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做泡菜。泡菜是典型的发酵食品，我会通过5个小实验来分享做泡菜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。这样做出来的泡菜水是清澈的粉色，泡菜清脆爽口，醇香味浓，不长白花。先来准备做泡菜的蔬菜。泡菜要用新鲜的菜来做，所有菜洗干净。我们一边切菜一边来说说做泡菜的原理。泡菜的发酵过程主要是乳酸发酵，参与发酵的微生物主要是乳酸菌，当然还会有来捣乱的酵母菌，我后面会讲到它。那乳酸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蔬菜表面本身就存在乳酸菌，洗菜是不会把它们洗掉的。做泡菜的蔬菜并没有太多的限制，自己爱吃什么加什么，品种尽量多加几种。蔬菜种类丰富会让泡菜更有风味儿，建议大家加一些萝卜，吃起来脆脆的。加红水萝卜能让泡菜水变成粉色，一看就非常有食欲。还可以加一些带有香味的蔬菜，比如芹菜、辣椒、生姜、大蒜，来丰富泡菜的风味儿。切好的菜放到通风的地方晾1个小时左右，确保水分晾干，因为生水中含有许多细菌，这些细菌会让泡菜腐败变质，甚至发臭。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做盐水。首先测算一下用水量，然后根据用水量我们来确定盐、醋、糖和酒的量。盐水大致能占到泡菜坛子容积的2/3。比如说我用的泡菜坛子是3升的，那么需要的水量大致就是2升。把这个2升的生水烧开，加入盐、醋、糖和酒。具体用量和比例请大家参考这个表格，根据实际用水量换算。乳酸发酵不能缺少的原料就是盐，盐在发酵的初期会抑制有害细菌的繁殖，盐的量请大家不要自己发挥，盐少了菜会发臭，盐多了会抑制乳酸发酵。没有醋、糖和酒的话也能做泡菜，但是只用盐的话味道不够好。做泡菜最好用无碘盐，碘盐会让泡菜水发浑不清澈。手边只有碘盐的话，也可以把碘盐放锅里炒一炒再用。我们把料水烧开的目的是杀菌，做泡菜的过程必须是无水无油的。如果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是软水的话，建议大家干脆用矿泉水一类硬度高一些的水来做，这样泡菜更脆。硬水地区，也就是烧水容易结垢的地区，建议把水烧开，沉淀去除杂质以后再用。等水放凉一些再加白醋和白酒。这是实验1，常压密封泡菜。我们来装蔬菜。泡菜的容器要用能密封的，可以是像我用的这种带胶圈的密封罐，也可以用那种传统的水封口的泡菜坛子。这是因为乳酸菌的发酵属于厌氧型发酵，也就是说乳酸菌不喜欢氧气。另外要注意，所有容器和工具必须是无水无油的。在做泡菜的初期，泡菜坛子里的乳酸菌和其他微生物一起生长，但厌氧环境有利于乳酸菌的生长，同时还可以抑制其他喜氧细菌的繁殖，所以泡菜容器的气密性非常重要。把这些小块的调料放到下面，这样它们不容易飘起来。加一点八角和花椒增加香味儿。其他的菜尽量塞紧实。最后加完全放凉的盐水，水尽量加满，尽量排出容器内的空气。找个小碟子、小碗或者干净的石头当压菜石，确保菜完全浸没在盐水下面，最大程度的避免接触空气，来实现厌氧发酵。室温发酵1周左右，室温越高，发酵所需要的时间就越短。21度到25度是比较好的发酵温度。另外要避光发酵，这一点用玻璃容器泡菜的小伙伴们要特别注意。我们来看其他的几个实验，所有实验中用到的菜的种类和盐水的做法都是一样的。这是实验2，减压密封泡菜。我们用真空机抽真空。抽真空本质上是个减压的过程，瓶子外面的大气压恒定不变，瓶子里的空气被抽走了，这样瓶子里的压力就降低了。这组实验的目的是看减压对泡菜的影响。你看，内部真空已经形成了，倒扣盖子也不会掉下来。实验3，不密封泡菜。这组实验的目的是让泡菜接触空气，
所以我们不加压菜石，故意让菜飘起来。还有2组实验，实验4和5，我们一会儿直接看结果。先看实验3的结果。从第3天开始，盐水表面覆盖了一层白色的膜，暴露在空气中的泡菜表面上也已经长出了白毛。这种毛就是霉菌，它可能是白色的、黑色的或者是蓝色的，同时伴有不好的气味。长霉菌的泡菜不能吃，只能倒掉。因为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，所以我用了一个小小的瓶子来做，这样不会太浪费。这个实验也是从直观上让大家认识霉菌的形态，这样好和后面我们遇到的酵母菌区别开。再看实验4，看看密封不严会出现什么结果。加了压菜石，保鲜膜扎了绳子。要注意做泡菜的时候，这种密封方法实际上是不理想的。几天之后，泡菜表面就开始出现了一层白膜，也就是生白花了。这种白花就是习养的酵母菌，它的特点是在泡菜水表面形成，泡菜水底并没有。可能造成出现白花的原因主要有3个：1. 接触氧气了，这也是最常见的原因； 2. 发酵温度太高了； 3. 盐分不够。这个酵母菌它没有毒，刚开始出现白花的初期，这种泡菜还是可以吃的，只是味道不好。如果你看到我的视频之前已经做了这种长白花的泡菜，早期的话还是可以挽救的。挽救的方法是先把白花捞干净，加一点糖，冰糖、白糖、红糖都行，再加一勺白酒。如果你做的配方盐的比例太低，那就还需要补一些盐。接下来的3、4天要每天检查，如果发现白花卷土重来了，那要再捞干净，再补一点料。注意，如果你做的泡菜长出了彩色的毛，那是一定不能吃的。实验5，来看看发酵温度的影响。同样保鲜膜封口，绳子扎紧，放到了家里温度高的地方，25到29度的环境，同样的发酵时间。发酵产生的气体已经把保鲜膜鼓起来了，你看很多气泡还在不断产生，它们是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。这一坛的冒泡的速度也是最快的。相比实验4，它的味道是发酵过度的，泡菜口感偏软，不够脆。所以实验4的泡菜是遭受了氧气和高温发酵的双重破坏。这个实验也提醒我们，泡菜发酵成功后转移到冰箱冷藏，终止发酵，防止发酵过度。以上实验3、4和5都不是理想的结果。我们来看看其他的2个实验。我们先来看实验1，常压密封发酵的结果。你看，泡菜水清澈透亮，罐子一开，一屋子的香味就已经说明它的品质了。清澈的粉色泡菜水没有白膜或者毛，因为它完全隔绝了氧气，所以它不可能长白花。发酵除了产生乳酸之外，还会形成一些有机酸和醇类，让泡菜的酸味柔和，味道香醇。大蒜酸酸甜甜的，没有一点怪味儿。最后我们来看实验2，减压密封发酵的结果。倒扣还是真空的状态，说明气密性依然完好，和实验1一样，泡菜水粉粉的，非常清澈，没有白膜或者毛。打开后气味一样清香，泡菜一样清脆爽口。忘了它是个辣椒了。抽真空的做法能缩短泡菜的腌制时间，同样的发酵温度下，常规做法大约需要7天，减压做法能缩短到4到5天，这样就能更快的吃上泡菜了。这对吃货来说意义重大。总结一下：1. 泡菜水的含盐量是 7%； 2. 泡菜坛子要密封闭光加压菜石； 3. 水要加到接近坛口，尽量排干空气； 4. 泡菜坛子确保无水无油； 5. 抽真空能缩短泡菜的发酵时间； 6. 生白花主要是因为接触了氧气。谢谢收看，其他泡菜的疑问请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，咱们下回见。